排量1.2升跟卡罗拉一个排量，它动力特性到底是怎样一个体验呢？全油门起步呢，吓我一跳。这个排量突破它结构的极限是很简单的，并列双缸1222cc，后段加速呢看的更多的是功率，83匹的马力，6500转爆发，明显就是一个低转机，而且大缸径、大行程注定也做不了高转。100公里加速呢4.0秒，0到170呢14.8秒，加速到表显188呢还在上升，估计极速在200左右，表头的刻度呢也是200。4.0秒的加速成绩，很多人都认为不算快啊，和那些600排量的加速成绩差不多。那么是不是动力也就差不多呢？这里呢就要说一下加速体感，因为一台车的动力特性不是一个100公里加速个数值就能决定得了的，它还有加速体感、发力特性。我们不仅要看最大功率、最大扭矩，而且还要看某区域的平均功率和平均扭矩。它的加速成绩和凯越速凌双2的差不多，但是它加速的体感一个天一个地。在说超级公爵和街霸 V4 加速的时候，就提到过很多次加速体感了。还有这2个视频也在说有，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对车辆的动力性能有更加全面的了解。最开始测的动力数据呢，就是一个100公里加速，因为这个数据在中国是一个空缺，而且也是最直观的数据之一，所以在前2年就主攻100公里加速。而100公里加速完成的差不多呢，就把测试的内容慢慢扩到油耗、刹车、马力级上面。动力呢又细分到了加速体感、动力特性、发动机的调教，而且还和油耗、发动机的震动挂钩。也会经常听到我视频常说，调教好的车子有2种，动力性能极强，油耗又不高；动力性能很中庸，但是油耗极低。这2种车型的调教都是算比较优秀的。高阶的 GK1200穿越版，它配的是电子油门和电子节气门，因为这个排量还用拉线的话，它对动力的控制和反馈没有电子节气门那么细腻的。如果 ECU 再调得不好的话，驾驶感受会很糟糕的，尤其是小油门开度的时候，它根本就没办法做到按照你的意思去来。高精这台发动机我之前是测过的，当时只是简单的测试，较全面的测试和数据呢也没有。最全面的测试就是耐用度测试，视频的总时长在1个半小时以上，各种路况、各种环境、各种工况，发动机的性能、质量以及衰减度，还有车架以及外观件的装配程度，以及车辆的功能性都会测到。不过耐用度测试是最费时间、最烧钱的，全网也只有我一个人在做，而且我是一个人的团队，在摩托车的领域做了那么多东西，也已经尽力了。好，现在调是1口模式，看一下它的 ECU 调得怎么样，而且下线油耗我测出来的是2.56升，它这个油门的调法和我理想的很接近。首先试的是1口模式小油门开度的动力以及平顺性，待会再对比运动模式。现在是1口模式15%以内的油门开度，它的动力是缓到一定程度再给你爆发，并不是一拧它就爆发。车辆加速呢有个递增或者递减的过程，因为它的排量就已经达到了1222cc。现在把它换到运动模式。现在把模式调到运动模式，看一下到底有多大的变化。同样15%以内的油门开度，明显感觉到动力来得更加猛，而且更加快。1口模式呢来的就更加缓一些。昨天我拉马力级的时候，1口模式和运动模式，它们的动力曲线是没多大变化的，这个是怎么回事呢？因为马力级的测试都是全油门的工况，而刚才试的油门响应呢，是节气门开度15%以内的工况，所以极限全负荷的动力和日常低负荷的动力是2码事的。而刚好直线加速动力或者是100公里加速数据，就是看的是极限动力，而油耗测试呢，又是发动机轻负荷工况的动力，所以要做到加速数据又好，油耗表现又出色是不难的，就看厂家有没有在用心去做。1口模式拉出最大的马力是73.3匹，现在把模式调到运动模式，还是没能超过之前的73.3匹，后面呢又拉了一次，还是这样，发动机已经越来越热了。进气温度如果高到一定程度，它功率会下降的，所以越测功率也就会越低。1口模式和运动模式总共拉了5次，曲线几乎完全重合，说明1口模式和运动模式最大的区别在油门响应这块。1口模式呢，它明显动力缓了很多，你油门的时候，它会慢慢上去，还有慢慢上去。而运动模式呢，嘣嘣，而1口模式呢，试一下大一点油门看，
现在将油门开度加大到40%，看一下区别还有没有那么大。当油门超过它的那个设定值之后呢，极速模式跟eco模式差别就没有那么大了。小油门开度的时候差别会大一点。现在再加到50%。现在只是eco模式，把它调到运动模式了。运动模式。车头会翘起来的。虽然100公里加速和凯越45双2差不多，但是加速的体感两者差别还是挺大的。而且这还是刚过怠速后的动力，低转速就能接近最大的力道，转速再拉高一点呢，还是这个力道，拉到极限呢，也是这个力道。我们看一下扭矩曲线，从接近2000转到最大功率，有一个非常广的扭矩平台，所以这类发动机的加速力道基本上是从头维持到尾的。和它动力特性相反的是，小排量高转速4缸机，转速低的时候是250的排量，转速高的时候是650的排量，所以加速力道是由弱到强的。例如凯越450街车版本65匹马力，仿赛的版本呢是71匹，测试3.8秒。那么街车版本呢就是65匹，加速呢3.9秒，几乎和这台持平。但是要从1档就要维持最大功率的转速才能持平，那么日常用是没办法持平得了的，而且差距会巨大。所以拿这两台100公里加速相近的例子来说呢，就是为了举例，让大家了解两种发动机状态的特性，从而呢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自己喜欢发动机的性格类型。拿个2档看一下。加速力道也没见弱多少，它怠速大概是1000转左右，1300到1400。看我现在5档也有点多档了，5档要到1500，6档现在1500有点多了，1600基本上没事的，1600速度大概是55左右。然后6档转速1600的时候，它就相当于平稳。昨天我测55到60速度匀速巡航的时候，基本上油门是没怎么开的，看一下跟它功率曲线也是这样，它那个属于刚刚上升的趋势，所以说喷油量啊、点火体检角啊都还没有达到发力的区间，所以说是特别省油的。2.56升吧。当我以85到90速度匀速巡航的时候，基本上在2500转，基本上已经进入了发力区间了。我们看一下那个马力曲线的扭矩，2500转跟1600转功率和扭矩是差很多的。所以说还没进入到发动机的发力区间，所以说就导致它们的油耗相比以前我测的车辆差距会大一点。正常的话会差个0.3到0.4升左右，这台差了差不多0.8升、0.9升。测试油耗前呢，轮胎的胎压我都检查过了，打的都是标准胎压。测试下线油耗的方法，所有车都统一，记公里数的 APP 也统一。